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血泪演技 vs 郑业成亚戏争议英雄志揭开了谁的遮羞布？一部还没定档的剧，讨论量已经突破3000万，想看人数接近50万，话题阅读量更是一路飙到30亿。这就是英雄志，改编自孙晓同名武侠小说，由杨文军执导，程毅、李一桐领衔主演。这部剧从2023年初开机到如今，整整3年过去了，观众的热情非但没被消磨，反而越烧越旺。但热度背后，争议从未断过。一边是程毅用苦修饰演技还原卢云的盛赞，一边是郑业成亚戏替身代拍的质疑，一边是不用绿幕实景拍摄的匠人精神，一边是剧组大量使用替身的爆料。同一部剧，同一个行业，敬业的定义却像被拧成了麻花，谁也说不清哪股才是直的。程毅的血泪演技，说起程毅在《英雄志》里的表现，绕不开一个词：苦修。卢云这个角色，从寒门书生到一代儒侠，跨度极大。前期是背着小背篓进京赶考的文弱少年，眼神里写满对未来的渴望。后期却要蜕变为身披铠甲、仗剑江湖的侠士，这种反差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。而程毅给出的答案是亲自参与65%以上的武打戏，是真摔、真打、真拼命。片场流传出来的细节让人心疼。拍摄期间，程毅的旧伤复发，那是拍琉璃时留下的腰伤。当年因为工作人员失误，他被重重摔在石壁上，落下了永久的病根。到了英雄志，高强度武戏和重铠甲的磨损让旧伤雪上加霜。有一场戏拍完，他腰部疼痛到几乎无法站立，但为了不耽误剧组进度，他打了封闭针硬撑着拍完了最后一场戏。杀青后，他疼到只能靠轮椅行动。还有一次拍摄悬崖实景戏，他在落地时脚下保护垫位置偏移，导致脚踝扭伤。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冲上去处理，导演和武术指导都坚决让他休息。可他简单冰敷后还想继续拍，不是不在乎自己的身体，而是心里装着一整个剧组的进度，他怕自己一个人停下来，连累全组几十号人跟着等。膝盖流血的画面也屡见不鲜，有代拍在横店多年，说程毅是他们见过的受伤次数最多的演员。沉香如屑时他高空坠落导致腿部骨折，打着石膏继续拍，疼得整夜失眠也没醒过。一天甲2经15日里，他头部撞击地面，蜷缩在的疼得打滚，却第一时间安抚粉丝说拍打戏难免磕碰，抱歉让大家担心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替身，为什么非要这么拼？他的回答只有4个字：因为爱啊！这种近乎偏执的敬业，被媒体和粉丝称为行业标杆。看过前2集的演员忍不住评价，程毅的表现绝对会让你重新爱上他。那双充满故事的眼睛，演出了卢云从懵懂到觉醒的全部心路历程。网友说，这才是演员该有的样子。郑业成亚戏争议。然而，就在程毅的血泪演技被反复提及的同时，另一位主演郑业成却陷入了舆论漩涡。2023年6月，有网友爆料称郑业成在《英雄志》拍摄期间，同时进组了成龙的新片《传说》。爆料者晒出通告单，称《英雄志》中郑业成饰演的角色在6月份还有戏份未拍完，但演员本人5月份就已经在另一个剧组拍摄了。《英雄志》的戏份是让替身代拍的。消息一出，舆论瞬间炸锅。亚戏这个在影视行业里几乎等同于不敬业的词，被贴到了郑业成身上。有人翻出他此前虎口震裂仍坚持拍戏的正面报道，两相对比，矛盾感扑面而来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拼命又敷衍？面对质疑，
郑业成工作室在6月7日傍晚发布声明，称《英雄志》无法在原定的2023年3月完成拍摄。为此，工作室和剧组协商后，决定把郑业成的拍摄周期延长到了4月份。声明强调，郑业成是按照演员合约的拍摄周期进行工作，亚系未不实言论。郑业成后援会则梳理了时间线，认为郑业成是4月底按照剧组要求结束延期内容后离组的，后续剧组的任何状况都与演员无关。但争议并没有因此平息。认同工作室说法的人认为，演员按合同办事，合同约定拍到4月，4月之后剧组没拍完是统筹失误，演员当然可以接其他工作。反对的人却不买账，角色戏份没拍完就离组，大量使用替身来补拍，这不是对角色不负责是什么？演员杀青了替身还在剧组演，剧播的时候记得加替身的名字。这条评论获得了大量点赞。说到底，争议的焦点只有一个：合同到期了，但角色没拍完，演员到底能不能走？从合同层面看，剧组延期本身是常见现象。有报道指出，当年风声因成本超负荷延期，导致2位演员自掏腰包赔偿下一部戏的片方，继续留在风声剧组拍完所有戏份。而王家卫的《繁花》拍了几年，主演胡歌、唐嫣也是在漫长的拍摄周期中调开时间拍摄其他剧集。但问题在于，观众看到的不是合同，是成片。当一个角色大量使用替身时，观众感受到的是角色的割裂感，是表演的失真。这已经不是合同的问题，而是对角色和观众的态度问题。替身代拍背后的真相，郑业成的争议又把另一个话题推到了台前：替身到底该不该用？用多少算合理？英雄志剧组一直标榜不用绿幕、实景拍摄，强调对武侠质感的极致追求。程毅亲自上阵的武打戏份也被反复宣传，作为剧组匠人精神的证明。但另一边，却有网友质疑剧组大量使用替身，甚至代拍镜头。这里的代拍指的是替身代替演员完成拍摄。这种反差让人困惑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其实，替身本身不是原罪。行业内一直有共识，危险动作用替身是对演员的保护。某武术指导曾说过，吊威亚、爆破、高难度对打，这些环节出一点差错就可能造成严重伤害，让专业武替来完成是行业标准操作。真正的争议在于，替身是否被滥用到了文戏和情感戏的层面。如果一场普通的走路、对话，甚至露脸镜头都要用替身，那观众看的是谁？是演员，还是一个穿着戏服的无名氏？2025年9月，一场关于程毅的替身风波也曾掀起轩然大波。当时有网友逐帧分析他在《赴山海》中的一个0.5秒拔剑镜头，质疑他使用武替。后来参与拍摄的替身演员发长文澄清，称程毅为这个镜头提前训练了2周，甚至在威亚意外导致肋骨挫伤后，仍坚持用呼吸法调整表演状态。导演组随后公开的花絮显示，程毅在零下5摄氏度的片场赤膊拍摄，冻得手指通红仍坚持完成动作。那场风波中，网友总结了一句话，获得了12万点赞：我们不是反对替身，而是痛恨把替身当遮羞布的懒惰。这句话或许就是替身问题的核心答案。行业标准谁来定？梳理完英雄志的正面与负面信息，你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：影视行业的敬业标准从来不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。在粉丝眼里，敬业是哥哥姐姐们亲力亲为、不辞辛劳；在制片方宣传里，敬业是不用替身、实景拍摄的匠人精神；在观众感知里，敬业是最终呈现在屏幕上的表演是否完整、真实。这3套标准
很多时候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这些标准背后藏着整个行业的深层乱象。剧集拍摄周期被压缩得越来越紧，从开机到杀青，留给演员和剧组的时间本就不多。一旦延期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演员的档期是提前半年甚至1年就排好的，这边延期1天，那边可能就丢了整个项目。资本逐利，要求快进快出，舆论压力又要求演员拼命敬业。在这种夹缝中，演员和剧组都是被推着走的棋子，而替身、亚戏、代拍这些争议，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。当一部剧不再以作品为核心，而是以流量和效率为导向时，敬业的底线就会不断被模糊。我们不必过度神化流血受伤演员也是普通人，他们的身体和健康同样值得被尊重。不能因为一个人打了封闭针，带伤上阵，就把他捧上神坛，仿佛不吃苦就不配叫演员。同样，也不能一刀切地否定替身，合理使用替身是行业常态，关键在于度的把握。影视行业的健康需要诚意的苦修，也需要对正业程式争议的透明讨论。但在这之前，或许我们得先想清楚一个问题：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作品，又愿意为这样的作品付出什么样的等待和理解？至于真正的标准，每个观众心里都有一杆秤。你觉得演员的敬业应该包含哪些底线？